近日，对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爆料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层出不穷。接连爆出了贪污公款门、官商勾结门、装修门、爆粗口侮辱10万新冠死者等等丑闻。面对政治对手和英国民众的指控，约翰逊恼羞成怒，极力辩解。约翰逊该如何收拾这些烂摊子？他的执政地位还稳固吗？来看看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丑闻一桩接一桩。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的一次很关键的会议上提到第2次封城的话题的时候说，他宁可把成千上万的尸体堆起来，也不想再封城。虽然约翰逊本人极力否认曾说过这段话，但是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上坚持说，约翰逊确实说过这段话。失去了亲人的英国家庭成立的组织正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们因为新冠疫情死去的父母和亲人不仅仅是死尸，他们在伦敦建起了怀念墙，纪念12万8千名死于新冠疫情的人，同时要求对英国首相府如何处理新冠疫情展开公开调查。约翰逊的第2桩丑闻指的是唐宁街11号2楼首相公馆的装修。法国《世界报》报道说，装修费高达人民币180万元，监工还是约翰逊的未婚妻。还有报道称，约翰逊装修首相官邸的原因是因为受够了前任首相特蕾莎梅百货公司的家装风格。按照英国法律，国库拨款给首相府的维护费用是定额，每年约27万元人民币。当年布莱尔装修首相官邸时的花费就是这个数。实际上，约合27万元人民币的装修款已经不低，与180万元之间高达153万元的差额引发外界怀疑。负责监督政治捐献和选举财务的英国选举委员会就此表态说，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可能发生了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行为。目前，英国选举委员会已经就装修风波展开调查。约翰逊本人则在议会质询时矢口否认自己在装修问题上有任何不当行为。他称，我的回答是费用是我自己付的。他欢迎选举委员会就此调查，并强调外界对他的质疑全是胡说八道，但民调显示只有6%的英国人相信他。 And he goes on and on, Mr. Speaker, about wallpaper when, as I've told him umpteen times now, I paid for it. 在野的工党要求约翰逊公布付款的原始记录。工党领袖斯塔默指责约翰逊回避要害问题。他强调，首相要澄清的重点是否存在过度资金流。这位反对派领导人警告说，若约翰逊不据实禀告，就必须下台。 Can I remi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Nolan Principles, which are meant to govern the behaviour of those in public office? They're these: selflessness, integrity, objectivity, accountability, openness, honesty, and leadership. Instead, what do we get from this Prime Minister and this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Dodgy contracts, jobs for their mates, and cash for access. And who's at the heart of it? The Prime Minister, Major Sleaze, sitting there. Mr. Speaker, don't the British people deserve a Prime Minister they can trust and a government that isn't mired in sleaze, cronyism and scandal? Mr. Speaker, last week he came to this chamber and he attacked me for talking to James Dyson about ventilators, where we're now sending ventilators to help the people of India. And the following day, Mr. Speaker, the Labour front bench said that any Prime Minister in my position would have don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此外，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日又报道称，一名保守党捐款人称被要求支付约翰逊小儿子威尔弗雷德的保姆费用。该名捐款人表示，自己对于需要为首相的小婴儿擦屁股而感到不满。据悉，威尔弗雷德出生于去年4月，是约翰逊与凯莉·西蒙兹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约翰逊他自己这个后院起火嘛？为什么这一次就是他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一系列这个对这个约翰逊来说是非常负面的这些报道？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于这个英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上周三，苏格兰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伊恩·布莱克福德就公开质疑约翰逊：“你是不是一个说谎的首相？如果上述言论被证实，约翰逊就应辞职。”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出，约翰逊的相位正面临严峻挑战。该报指出，在英国的政治语境中，指责某人撒谎是极其严重的指控，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约翰逊的对手之所以敢于对他发起严厉的挑战，背后原因是约翰逊在疫情上应对失当，更对脱欧之后产生的分离主义运动束手无策。
值得注意的是，周四英格兰地方议会、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即将进行选举，此次选举可能会决定苏格兰是否可以在2024年底前公投脱离英国。此前有民调显示，有3/4的苏格兰保守党员支持苏格兰独立。此外，约翰逊力推的脱欧方案使得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出现了硬边境。问题是工党现在的势头已经开始重新恢复了，尤其还是不要忘记，还有这个苏格兰的民主党。如果苏格兰民主党这一次在地方选举当中，它能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话，那对整个的英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接连不断的丑闻严重打击了约翰逊的政治声誉。4月28号到30号期间，英国观察家报和调研机构 Opinion 对2000多名英国未成年公民进行了民意测验。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下降至42%，工党支持率上升至37%，保守党的领先优势由11个百分点急剧缩减至5个百分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这个约翰逊是英国的特朗普啊。确实，约翰逊有很多方面很像特朗普，但是我也看到英国有些评论说，你说最后美国人把特朗普选上了台，但是4年之后，他们对特朗普已经厌倦了。那么这个会不会发生在英国身上呢？这确实是直接影响到约翰逊本人的这个执政地位。